就在几天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签署了一份足以让克里姆林宫彻夜难眠的文件。这不是一般的公文，而是乌克兰火箭军与炮兵发展构想，要在2030年前把自己武装成欧陆第一火力怪兽的建军蓝图。虽然我这个火力至上主义者热血沸腾的是，这份蓝图里明确写着，乌克兰要搞出射程2000公里的国产导弹。2000公里打击半径是什么概念？从乌俄边境到莫斯科直线距离不过450公里，2000公里的圆圈画下去，不仅能把莫斯科离上几遍，连俄罗斯深处的军工心脏、战略轰炸机基地，通通都在乌军的准星之下。所以我在看到这份蓝图时，手都在兴奋地颤抖。当正义的铁拳能伸到2000公里外，战争的逻辑将彻底改写。另外，乌军深知求人不如求己，北约的军援虽然香，但产能和政治的紧箍咒实在太过憋屈。所以这份蓝图的核心只有4个字：国产自研。瑟尔斯基大将这是要告诉全世界，乌克兰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有尊严，赢得有底气。但问题来了，一个被炸了4年的国家，凭什么敢喊出2000公里的豪言壮语？这份2030火力蓝图背后究竟藏着哪些足以让俄军绝望的暴力美学？要看清这个2000公里的终极大招，我们得先回到泥泞的战场，看看乌克兰炮兵是怎么从那个混乱的万国牌泥潭里爬出来的。各位，你们还记得战争刚爆发时，乌克兰手里拿的是什么吗？那是老掉牙的苏联遗产，122毫米、152毫米的苏制火炮，打一发少一发。当时的乌克兰炮兵就像是一个穿着破烂盔甲的老骑士，手里的长剑还带着铁锈。但正如我一直强调的，火炮是战争之王，在乌军眼里，它更是保家卫国的战争之神。只是当美制 M717、德国 PZH2000、法国凯撒、波兰螃蟹一股脑儿涌进乌克兰时，我看傻了，这哪是打仗啊，分明就是全球最顶尖火炮系统的压力测试现场。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各国武器的试验场，乌克兰炮兵则成了全世界经验最丰富的全能性大师。这种武器系统的复杂程度，对任何一个军队的后勤补给都是噩梦。122、152、155三种口径并存，弹药补给官估计每天都要扯掉一大把头发。但乌军硬是靠着一股子疯狂的韧性，把这套最复杂的炮兵体系玩转了。这其中 M717 牵引式榴弹炮的表现最让我惊喜。虽然它是老派的牵引式，但在乌克兰手里，它就像是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步枪。乌军副参谋长茹拉夫廖夫上校亲口承认， M717 易于伪装，生存能力极强，在无人机满天飞的战场上，它比那些笨重的履带车更难被发现。而在打法上，精准成了乌克兰炮兵的代名词。以前苏联式打法是火力覆盖，不管是什么目标，主打一个量大管饱。乌克兰也曾沿用这一战术，但现在乌克兰变了，变成了精准点杀，配合上神箭和铜班蛇精确制导弹药，真正实现了一发炮弹一个目标。虽然俄军学得很快，开始用电子战干扰 GPS 信号，但乌军的应对非常科学且从容。其在建了一套侦察、打击、闭环系统，名叫寻麻地，听名字很土，但威力大得吓人。这套系统把无人机、雷达、卫星和每一门火炮连在了一起。以前从发现目标到开火可能要半小时，现在呢，茹拉夫廖夫上校说只要2分钟。无人机扫描到俄军坦克，坐标1秒传到服务器，服务器1秒解算出射击助援给火炮，火炮指挥官按下按钮，轰的一声，炮弹就准时送达。这种瞬时反应的能力，才是乌克兰炮兵能以少胜多的核心秘密。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想，既然北约火炮这么香，为什么瑟尔斯基还要在蓝图里强调国产和逐步淘汰北约装备呢？这就是乌军的野心所在，也是这场战争最精彩的反转。那些曾被我们嘲笑的农民军，现在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顶级名牌，而这块名牌的第一块基石，就是那门在林间小路飞驰，让俄军闻风丧胆的博格丹娜。大家在弹幕里打个博格丹娜女神好吗？这门炮真的值得我们致敬。2S22博格丹娜，乌克兰首款155毫米北约口径的自走炮，它是纯粹的乌克兰血统。战争爆发初期，乌克兰手里只有一门实验原型车，甚至差点被俄军的空袭毁掉，好在他活了下来，并在蛇岛战役中用精准的火力把俄军从岛上生生赶了下去。现在这款武器已经进化到了第3代，甚至还衍生出了牵引式版本，且乌克兰每个月能产出30多门。这门炮最牛的地方就是它完全不挑食，能吞下几乎所有型号的北约155毫米弹药。但我最喜欢博格丹娜的一点是它那种接地气的硬汉风格，它不需要像德国 PZH2000 那样像伺候大爷一样维护，它用的是克拉斯63221重型卡车底盘，坏了怎么办？前线战士斯杰帕尼奇说，
直接开去工厂维修站，5-6个小时就修好了。这就是国产武器的巨大优势，后勤保障就在自己家门口，零配件管够。而且你们别小看这门卡车炮，它的身管寿命和精确度是能和法国凯撒叫板的。在哈尔科夫的密林里，战士们管它叫会飞的死神。只要无线电一喊，天空干净了，博格丹娜就冲出掩体，2发炮弹打完，迅速收工。为什么是2发？因为第2发基本上就能精确命中，没必要浪费。这种高效率的外科手术打击，让俄军的基层部队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有人会说，卡车炮防御薄弱，一旦被 FPV 无人机盯上就完了。但乌克兰炮兵的战术进化简直神了，他们不再追求频繁换位，而是极致的伪装与潜伏。他们在树林里生活，在座舱里睡觉，和大地融为一体，直到拉动拉绳那一刻。正如乌克兰战士白色说的，无人机依赖频率，迟早会被干扰，但我们拉开拉绳，死亡就飞向前方，无可阻挡。这就是火力至上主义者的信仰。实体弹丸带来的震撼是任何电子设备都取代不了的。博格丹娜的成功给了瑟尔斯基巨大的信心。目前，博格丹娜已经占到了乌克兰前线火力的40%，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比例。它证明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在炮火中不仅没倒下，反而像凤凰涅槃一样进化出了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博格丹娜现在已经有了牵引版，还有39倍镜的短管版在研发。乌克兰的目标很明确，为了要把这几十万种万国牌全部精简，最终只保留博格丹娜系列。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更是为了建立一种绝对自主的武装力量。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剑才是最锋利的。但是光有155毫米的火炮能赢得战争吗？显然不够。要让敌人感到真正的绝望，你必须有能打到他家门口的重锤。这就引出了我们开篇的那个悬念，那射程2000公里的飞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吹牛皮，还是乌军手里真的已经握着通往胜利的钥匙？让我们把目光从前线的战壕拉到俄罗斯的战略纵深。2000公里，这不是一个随便填的数据，这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战略阈值。如果乌克兰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就意味着整场战争的防御逻辑彻底反转了。以前是俄罗斯从自家后方肆无忌惮地发射飞弹，乌克兰只能被动防御。现在瑟尔斯基的蓝图里，乌克兰要主动出击，建立属于自己的远程打击体系。大家还记得海王星反舰飞弹吗？就是那枚把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送入海底的神器。它现在已经进化了，长城海王星导弹不再只打船，它能精确打击地面目标。还有那个名字听起来很美的帕里亚尼察巡野飞弹，其实它是披着羊皮的狼，它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远程打击平台，结合了喷气式无人机的高机动性和飞弹的高威能。更牛的地方是乌军正在秘密测试萨普桑战役战术导弹系统，这玩意儿就是乌克兰版的伊斯坎德尔，甚至是加强版，配合上新研发的 V2哈多管火箭系统，乌克兰正在编织一张覆盖2000公里的死亡之网。我知道一定会有董哥跳出来说，2000公里的飞弹，乌克兰有导航技术吗？有发动机技术吗？嘿嘿，大家可别忘了，苏联时期乌克兰可是洲际导弹之乡。南方设计局当年造的是什么？是能毁灭地球的236M撒旦。乌军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箭发动机的燃料，他们缺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资源和授权。现在战争把最后的枷锁打碎了，瑟尔斯基批准的这个蓝图，本质上是在向全球宣告，乌克兰军工体系已经全面进入战时全速运转模式。他们要把那些压箱底的设计图拿出来，结合北约的微电子技术，造出全世界最致命的复仇长剑。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意义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莫斯科周围的变电站、炼油厂、军工厂随时可能被2000公里外的正义铁拳摧毁时，普京手里的筹码还剩下多少？这就是我为什么坚信乌克兰能赢，因为他们不仅有勇气在战壕里拼命，更有智慧在实验室里造出改变国运的神器。乌克兰的火箭军正在从北约 ATACMS 的小弟变成长城打击的大师。目前 ATACMS 虽然强大，但数量受限，射程也只有300公里。而乌克兰自研的飞弹将不再受任何政治限制，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当然，这条2000公里的建军路不会一帆风顺，在这些璀璨的烟花背后，乌克兰炮兵和火箭军还面临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残酷挑战。这份火箭军与炮兵发展构想想要实现，存在一个巨大的前提：生存。俄军也不是傻子，他们正在发疯一样寻找乌克兰的军工厂。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的厂房每天都在面对巡野飞弹和自杀无人机的威胁。要在这种地域难度下维持每个月30多门火炮的产量，还得研发2000公里的飞弹，这已经是在创造奇迹了。而且，虽然乌克兰有了博格丹娜，
但弹药补给依然是一个硬伤。虽然乌克兰开始自产155毫米炮弹，但目前的产量还远远不够支撑高强度的战争消耗。萨尔斯基在蓝图里提到要逐步淘汰苏制火炮，这其实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换血。在换血的过程中，如果北约援助断层，乌克兰炮兵会不会出现一段火力空白期？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那个被神化的侦察打击循环，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正在飞速进化，像神剑这种依赖 GPS 的炮弹效能已经明显下降。乌克兰必须不断研发不需要 GPS 的末敏弹或者视觉引导技术，这不仅仅是火力的比拼，更是数学家和电子工程师之间的战争。但是兄弟们，我为什么还是对乌克兰充满信心？因为我在那些乌克兰炮兵战士眼里看到了比钢铁更硬的东西。乌克兰战士们那种保护家园的朴素情感是任何先进导弹都无法击垮的。乌克兰的军工能力正在被这种强大的国民意志推着前进。2023年的蓝图其实就是乌克兰全体国民的一份生死状，他们不打算依赖任何人，他们要靠自己的手造出能守护自由的火炮和飞弹。当一个拥有世界级航天技术背景的国家开始以这种不要命的架势研发武器时，其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而且瑟尔斯基的野心不止如此，很多人觉得乌克兰挤破头想进北约是为了寻求庇护，但看看现在欧洲老大哥们那点可怜的常备陆军和空虚的弹药库，谁保护谁还真不好说。其真正野心是到2030年，乌克兰要用自研的数字化火炮和远程飞弹，把自己打造成整个欧陆最强的火力怪兽。到那时候，乌克兰不是去北约寻求保护的乞讨者，而是带着百战雄兵、顶级军工产能进场的防御核心，这才是真正的战略远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乌克兰正在实行军工生产的去中心化，很多关键零件隐藏在地下堡垒。这种分布式军工让俄罗斯的导弹打得着，却打不完，产能反而越炸越猛。而且乌克兰拥有一群世界顶级的炮兵和火箭军，他们在实战中磨练出来的技巧是任何教科书都写不出来的。如拉夫廖夫上校总结得好，炮兵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火力毁伤的主力，因为没有任何无人机能携带1吨重的弹头飞向目标。这句话简直是我们火力神教的最高教点。想象一下，当那1吨重的正义从天而降，落在侵略者的后勤心脏时，那种震撼是无可比拟的。总之，从155毫米的博格丹娜到2000公里的国产巡野飞弹，这条路虽然洒满了鲜血，但方向极其明确。这就是乌克兰战争之神的最终形态：自动化、远程化、国产化。瑟尔斯基的这盘棋下的不是战术，而是乌克兰未来50年的战略根基。我敢在这里打个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新闻里看到乌军用自己的飞弹精确点明了克里姆林宫周边的军事目标。到那个时候，所有人自会明白什么叫火力就是尊严。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你们觉得乌克兰这2000公里的飞弹梦到底几年能成真？或者你觉得哪款北约火炮才是博格丹娜真正的一生之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记得点赞订阅，下期节目再见。